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今天来拍一个之前已经想很久，但是一直没有动手去做的一个题材就是如何在本地端运行一些好用的大模型。这个东西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的类似的软体可以用，像比较知名就是 Ollama， 但是我自己在用我觉得 LN Studio 比较好用。另外最近还有一套叫做 AING Desk 的一个 LLN 大模型的一个软体，都是在本地端跑的。那我自己是觉得后两者在使用上是最简单。Ollama 它本身是需要设定的，所以在操作上我觉得步骤比较繁琐，比较不适合初学者去使用。那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呢，第一个就是 LN Studio， 第二个就是这个叫 AING Desk。我们刚刚讲到这一套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 Windows 可以用，那 Mac 也可以用，所以我就用 Windows 为主。如果说你是 Mac 的使用者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你只要去它官网下载 Mac 版，我也试过，操作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难度。因为其实我在我的每一台笔电上面都有装大模型，那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我在用笔电来做介绍，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今天特地用这台 MSI 的一个掌机 Cloud 8 AI Plus。那我用这个掌机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外接个萤幕、够键盘之后，其实这种电脑它也是非常好用的。接下来阿达就简单为大家介绍这两套我自己觉得很好用的 LLN 的一个软体。首先我先教大家 LN Studio 这一套是我自己目前我觉得最好用也最方便的软体之一。那它有什么特点？第一个，它安装完就能用。那第二个呢，就算你的机器很阳春，或者说你的 GPU 很烂，它也可以用 CPU 去跑，但是 CPU 跑就非常非常慢。第三个就是说，通常来讲，你像 Ollama 你可能还要自己去下载，要下指令干嘛，操作起来不是那么简单。那 LN Studio 它里面就直接可以搜寻，你看你自己需要用哪一套大模型，直接下载来用就好了。那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网站里面有这个教学，大家也可以看文字版。那个时候我刚刚分享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高潮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中国的东西我自己是没有那个偏见，我觉得好用的东西四海皆可用。那为什么说我们要在本地端做大模型呢？认真来说像 ChatGPT 或者像 Cloud 或者像 DeepSeek， 你只要能够上网就能用你何苦在电脑端做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方便，另外一个就是隐私。像有一些比较隐秘性的资料，你可能就不适合上传到云端去。你像之前就有传言说三星的工程师就笨笨的把自己机密资料上传到 ChatGPT 做整理，后来就发现他公司的那些机密资料被 ChatGPT 拿来训练了。其实他的使用者条约里面有写，你上传的资料或者你打的东西是可能会被他拿来当做训练材料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它选择性多。像这个文章里面写的 Disk R1， 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 DeepSeek， 因为真正的 DeepSeek它有分很多个版本，它是完全开源的嘛。如果以 DeepSeek 来为例它真正的完整版是1T 多。这个世界上没有个人电脑可以跑得动真正的满血版的 Disk R1， 唯一可以接近跑得动的，就是现在目前那个非常贵的一台要50万的那个 Mac Studio， 因为它的记忆体有512GB， 它的统一内存可以动用是400多 GB， 它能够跑的那个所谓的满血版的 R1 呢，也是 Q4 量化版的。简单讲就是没有那么聪明。你如果真的跑那个 DeepSeek 开源那个版本至少要2到3台50万的那一台 Mac Studio 才跑得动。如果说你不是用 Mac 的话，那你可能要用个400万以上的 H100 的那个伺服器才跑得动。所以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所谓的在本地端跑的，不管是 DeepSeek 或者是 Llama， 其实都是蒸馏过的一些小模型。那以 DeepSeek 来讲它并不是真正的 DeepSeek，它其实就是像 Llama 这些小模型，或者像通义千问，他们有推出体积比较小的，像 7B 14B 相对比较小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再使用DeepSeek 去训练它。这种方式一个就叫老师模型，就是简单讲 DeepSeek 它是老师模型，那个原本的 Llama 或者是那个通义千问的小模型，就是学生模型去训练出来的东西。这种方式也叫蒸馏。所以大家在电脑端用到的东西，要不就是 Llama 它已经处理过的小模型，要不就是像这种大模型去教学过的蒸馏过的一个小模型，这要跟大家先讲清楚。所以你看到的所谓的 DeepSeek 真的不是原本中国那个版本简单说，如果台湾愿意的话，台湾也可以训练出自己的 Disk R1， 然后还不被中国限制，这个就是后话了。这边我们文字版已经有教学教大家怎么用这个是我写的。
那如果说你要使用的话，也很简单，我们就直接去它官网下载，这边有个下载网页，我们就直接给它点击。像我们这一台微星的 Cloud 8 AI Plus 的话，因为它是使用新世代的一个核显，所以它的效能非常不错。但是如果你是用 AMD 的话，如果你要效能好的话，它其实有 AMD 特供版，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其实你就直接下载这个版本就好了，它所有版本都能用。你没有显卡的话，你就直接用 CPU 跑也是能跑的。那我们这边让它下载完，好，跑完了哈，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就可以安装了。那我们直接给它点击安装。那这边就直接不要管，全部下一步。跑完了，那现在我们给它按完成，顺便执行。它第一次安装，它是需要看你要不要下载哪一个大模型。那我们直接先点这一个，然后它就会看你要不要下载。譬如说，这个是 DeepSeek R1 的一个真6模型，它只有7B 而已，这个来当基本的。其实你也可以先不管，让它去这边有那个更多的那个模型。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用的话，那你可以先下载这个，事后你再去改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进度，它就会去下载。那大家也不要说为什么这个范例都用 DeepSeek， 因为 DeepSeek 在国外很红，非常好用。那台湾不用呢，是很多政治因素，这个我们就不在这边讨论。但是目前是比 Llama 那些好用多了。下载完了哈，这边就会跳出来一个 Start New Chat， 就是可以跟它开始聊天了。那因为我们刚刚有下载一个基底模型嘛，如果你没有下载任何模型的话，这边是挂不上东西的。那这边可以看，我们这边就有一个 DeepSeek R1 真6版，它是基于 QWEN 就通义千问。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先为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要介绍 LN Studio。它方便就是说，它可以直接从这个 Discover 这边去探索、去找其他的小模型。那这边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你在下载的时候有几个不错用的，像这个 Gemma， 这个就是 Google 它所推出的一个开源模型，也不错用，而且它还支援图形的辨识。那这边后面有看到有 24B、12B、4B， 就是代表它模型参数。一个 B 啊，就是代表10亿的意思。那如果说你的电脑没有任何独显，就是很单纯文书机，你就下载最低阶的1B， 原则上都可以跑得很快很顺。那如果你的电脑比较好一点，你要看你自己的记忆体有多少。原则上啊，你如果是像16GB， 你分了8GB 给内显的话，那你大概可以用7B。它的一个概率关系啊，并不是绝对。你的显示卡的记忆体有多少，你就能用几 B 的一个模型。那以这一台来讲，这一台是32GB， 那它可以用的模型呢，最大可以到大概24B， 但是有爆显存的危险。你跑12B 啊是最稳的。原则上啊，你参数越多，它就会越聪明，但是在你的电脑上就会表现得越慢，除非你的显卡很够力，它跟 CPU 没有什么绝对关系。它跟你的显示记忆体的大小有非常大的正相关。我在这边我就直接先下载这个，等一下我也顺便下载这个 Gemma 12B。那另外啊，我刚刚有讲嘛，以 DeepSeek 来讲，它就有分7B 是通义千问的，那也有 Llama 的8B， 它们原则上都是透过DeepSeek 去训练的一个小模型。如果说你对通义千问中国模型不喜欢的话，那你就使用 Meta 它所出的 Llama， 然后用 DeepSeek 真6过的这个版本也是可以的。原则上就大家依照你的配备，然后跟我刚刚讲的原则去选择，看你要哪一个模型。它这一套软体的优点就是几乎你想要用的主流模型在 LN Studio 全部都有。那你就不需要说你要去网络上找资源啊，不知道去怎么用啊。接下来我会下载 DeepSeek 的比较大的版本，然后跟 Gemma 两个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那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啊，这个大模型原则上参数越多啊，它的容量越大。虽然也不是说一定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 12B 它就是 8.5GB， 然后 4B 大概就 3GB， 它的容量大小跟它是用多少去做量化的也有差。像如果是 Q4 量化的话，它可能又会比原本这个大小再少1倍。Q4 的话就代表它的量化程度越高，它的简化程度就越高。那就是他回答问题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聪明。如果两害取其轻的话，我是觉得大家不一定要追求最大，那你要追求说你跑得动为主，就是在指令上去下功夫会更好。那另外呢，如果说你想要找的模型在这个列表面没出现的话，那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这里直接打你想要找的模型。假设我一样是打 DeepSeek， 那它就要显示所有的 DeepSeek 的模型。然后如果你在这边找的话，这边有个没有写任何量化，对不对？它就是满血版的，你根本就跑不动，它就会写说这个就跑不动的。
大家就不要想了。它像这个Q3 量化，它虽然说容量比较小 ，Q 是大概500多啊，就依照你的自己的规格去下载就好。下载完后，在旁边这里我们就可以读取模型。因为我现在没有挂任何模型，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用哪一个模型来挂。我们这边先把它关起来。在聊天这里，它会要求你先选一个模型来挂。那我们先选一个相对小一点的好了，就是一开始我们下载的这个 7B 的 DeepSeek。我们先给它读入，这样就读完了。因为我们这一台的规格算不错，所以它跑起来有点顺。以这个 DeepSeek 来讲，如果说你要用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讲一下个人的感觉，不管是你要用通义切问，或者是用 Llama 这一类的模型去增溜的其他模型，中文资源度是通义切问会比较好。那两者啊，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很容易出简体字，这也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啊，他们的训练素材几乎都是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我必须老实说了，全世界只剩下台湾、香港在用，所以训练材料并不是很多。下命令的时候，你要特地跟他讲，输出的时候请使用繁体中文输出，就算你这样下了，它还是很容易给你出简体，这一点大家要先有个认知。那在这边我们可以先直接问他。叫他自我介绍一下。那如果你是使用 DeepSeek 的话，它会多一个思维链。大家可以看这一个 thought， 就是它在思维的过程，它这边就会写它是怎么想的。如果你用其他模型，就不会出现这个东西。如果说你喜欢看 AI 想什么，你就可以用 DeepSeek。Llama 那些就没有这个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问几个基本问题，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思维链怎么想。大家可以试试看比较早版本的 ChatGPT， 它有一些很基础的一些逻辑问题会错误。我们换这个模型，看它会不会答错。好，我们问它 3.9 跟 3.1 哪个大？传统的一些大模型，它会先比掉前面的数字，因为后面是11，它就觉得比9大的一个错误。但是如果你用这种比较相对聪明一点的大模型的话，看它怎么思维。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玩 DeepSeek R1 的原因呢，就是 R1 就是推理的意思，他会自己去自我灵魂拷问，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一个思维的过程，他有的时候还会想到一半还推翻自己的想法，这样就答对了。这个是7B 的。那另外呢，以 DeepSeek 这个模型来讲，它还支援一个东西，我觉得还不错用。只要你使用的模型不同，它能用的东西就不一样。以 DeepSeek 这个来讲的话，它还可以上传一个档案给它用。假设我们随便上传文件档好了，好，我们就直接把它读入，然后请他总结这一篇开箱文的重点。那目前呢，所有的大模型里面，除了 G 嘛，它可以去读取图片以外，剩下的都只是纯文字而已。这边要跟大家讲，我也希望本地端大模型之后会有越来越强大的运用。这样就出来了。因为我刚刚在下命令的时候，我没有叫他用繁体中文回答，所以他就用简体中文回答。那等一下我们试试看，要求他用繁体中文回答，它的效果有没有差异？那这个啊，就是一个7B 模型的使用。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比较大一点的模型哈，像刚刚大家可以看到，这回答问题它回答的比较简单，就是因为它的模型只有7B 而已。那现在我们试试看，我们读比较大一点的14B。那是因为我现在显卡记忆体以这台来讲啊，它最大有切到16GB， 所以我可以读16B 以下，应该都没什么大问题，都不会爆显存。我们先读完14B 的模型之后，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问他类似的问题好了，看他回答的方式会不会不太一样，就是用数字不一样。那这边我们要求他用繁体中文回答。原本用7B 的时候，他还没那么多废话，他直接就回答哪一个数字比较大而已。那你用14B，他就会把他思考的一个过程写出来，而且他连怎么解题都会写出来给你。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要选的时候，尽量能够选大一点的模型，理论上它会表现比较好一点。那大家可以看啊，它这边就有每秒是多少 token 数越高，就代表它吐文字出来的速度越快。那像这个是 4.64。刚刚那个就明显快了很多。那另外呢，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要换一个问题或重读模型的时候，建议大家选这个 New Chat， 让它再新增一个聊天室，以免它会跟之前的你上传过的资料让它搞混了。所以我们这边就开一个新的聊天室，这次我一样上传我刚刚那一个文件档，那一样给它下总结，然后请它用繁体中文回答。那趁它在跑的时候，给大家顺便看一下。
如果你去这个工作管理员，他现在目前的工作状态，他现在目前在运算的时候 ，GPU 是接近满载的，那 CPU 它的用量就相对比较少，那 NPU 啊根本就没在动。之前的影片有讲过啊，现在这种 AI PC 的最大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把 NPU 的规格开很高，问题是 NPU 完全没有在作用，非常的奇特。大家可以看，这个就是12B 的内容，有没有写的非常多？不过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不管你用哪个模型，它都可能会有一个叫做幻觉的问题，所以你在看它回答，有时候自己一定要做校稿跟确认的动作，不要随便相信它。那我们可以看一下12B 就回答的相当不错，而且全部都用繁体中文回答，相较于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版本，是不是差很多？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在用模型的时候要选越大越好。那接下来最后我再测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下载这个 Gemma 3，就是最新 Google 的一个大模型，我们给它读入，顺便再开一个新的聊天室，以免要搞混。读完了，然后大家可以看Gemma 跟刚刚我们的 DeepSeek 就不一样，它又多了一个图片的分析。那我们一样也问刚刚那几个经典问题，让它回答。这个是 Google 的模型，但是它没有思维链。所以像刚刚这个 9.11 跟9去相比，它就回答 9.11 比9大，这个就是没有思维链的一个模型，它的一个致命逻辑错误它还是能用，但是相对来讲可能就觉得它没有那么聪明。接下来我们继续测试一样刚刚的开箱文，然后请它一样做总结跟优缺点。因为我没有下繁体中文的指令，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就直接给我回答英文，这样子就不行了。那我这边再重下，大家可以看，跟刚刚 DeepSeek 的一个分析，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好？我是觉得在文字分析方面，它各有千秋这个 Gemma 表现的还不错。好，接下来我们来测试图片那刚刚其实我有测了，然后一直 NG， 因为我原本是用12B 嘛，然后上传图片之后，它就会一直出现错误，显存爆了，所以我换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模型来试。这台机器它的极限，如果你要读图片的话，大概只能用4B 的。我现在随便加一张图，请它去做分析。那这边就会写，这张照片是个年轻女性，然后穿着灰色外套，她没有戴棒球帽，这个是误判，然后看着手机这样子。原则上它就可以帮你做一个图片的分析，但是也只有这样子而已。接下来为大家讲一下说LM Studio 的一些进阶功能。首先呢，你如果是点这个齿轮的话，它这边会有一个 CPU 跟 GPU 的一个读取的那个。我建议大家，你如果在用的时候，你可以把 GPU 拉到接近全满来试试看，这样子会加速你的一个读取。要求 LM Studio 以 GPU 为主，就让 GPU 去承担主要的算力。那 CPU 这边也可以调，但是原则上这边它已经锁死，代表说它只能用3个，然后这边它就重新读取。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良品，这个就是实验功能。你可以在这边给它下一个基本指令，像我们刚刚一直反复请它用繁体中文回答，那你这边就可以给它一个角色扮演，说你是一个聪明的 AI 助手，可以回答我的所有问题。然后你现在开始所有问题都用繁体中文回答，这样子的话，你在输入那些问题的时候，就不用再强调你是什么身份，然后需要用什么东西回答。当然，就是说这种身份设定，你可以去设定很多个。譬如说，这边就写一个，像这边我就可以设定你是个全能的 AI 助理，能回答使用者所有问题。那请用繁体中文回答。那这边就是一个基本指令，接下来去问他任何问题都不需要再强调说，请他用繁体中文回答。那你也可以在这边给他一个身份。譬如说，这个就是一个 AI 助理的身份，那你也可以再设其他的身份，譬如说你是一个精通多国语言的一个翻译能手，能够翻译我所提供的哪一种语言，由哪个语言翻译到哪个语言。这样子的话，你在使用上你可以直接这边切换就好了，使用起来会相对的方便。这边也是一个使用的技巧，跟大家分享。那大家看了在本地端执行的那个大模型，大家可能觉得说，感觉起来也没多聪明嘛。为什么要在本地端用？因为它可以避免你的个人资料上传到云端去变成大模型的材料。假设以 LM Studio 好了，现在把网络先关掉，那现在已经没有联网了。在这种本地端的状况下，那我一样也是可以透过用这个方式来直接请他来帮我们做一些分析之类的。
我现在网络断掉嘛，我暂时我一样可以请他去写一些东西。现在用 Gmap34B， 现在不联网状态，然后我开个新的，然后一样上传刚刚那个文件，请他分析。大家可以看，我没有联网，它一样是可以很迅速的帮我们做一个文件的整理，或帮我们做一些，譬如说像助手的事情，甚至是可以请他帮忙辅助写程式，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以实用性来讲，我自己还是偏重于在线的大模型会比较多。可能某些服务用一用，它网络挂掉，还是你在一个不方便上网的地方，不想把你的个资啊，或者你写过什么东西，用本地端的模型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另外一套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大模型的使用软体。那这一个呢，它的功能啊，跟刚刚讲的 LN Studio 非常像。那这一套软体它也是个开源的，一样可以使用市面上本地端的大模型的一些应用。那差别是说它是中国人开发的，我如果在意的话就可以不要用。不过它跟 LN Studio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它加入了联网的功能。我在这边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一样可以开启我们的网页。好，那这边它就有下载的页面，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一样是有 X86， 也有给 Mac 用的。那我们就选这个，直接下载。那这边呢，因为它有联网功能，所以你就给它点允许。因为它的基底是用 Orama， 它可以说它是一个 Orama 的 UI， 所以啊，它这边会问你要不要顺便装 Orama， 你就给它立即安装。这边都是全自动的。跑完了哈，那这一套呢，它似乎没有侦测到我的那个 Intel 的内显，所以它会建议我用比较小模型，就1B、2B。那没关系，等一下我们一样用个7B 左右的让它跑。它这边它就一样是可以搜寻模型的 ，DeepSeek 啊。你如果不想用，因为它这边有拉嘛，或者说你直接打刚刚我们用的 Google 的大模型，这边就有 G 嘛，那我们就看用哪一个。那假设我要装这个，我就要点击下载，这样子它就已经载入模型了哈。在这边啊，我们可以选择设置，它这里有繁体中文。那它支援浏览器啊，问题是它现在目前支援都是百度、搜狗那些，我们这边先留着，让它做一个简单的测试。那一样是请它自我介绍，他回答，但是好像没有回答到重点，要求他讲是谁，他只会讲。还有 Google 哦，因为我们是用 G 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问问刚刚那个经典 AI 容易答错问题，看看。哎呦，想不到这个反而就答对了，不错不错。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它联网功能。那我们试试看一些时事问题好了。假设这样子，我们开启这个联网搜索，反绿之后，它就会去找。这时候它的搜寻，它就会依照现在内建的，就是百度、搜狗那些。我是希望啊，因为它开源的，接下来我会改，让它加入像 Google 啊，还是像 Bing 啊这些其他的浏览器。因为中国浏览器啊，它能回答的问题有限，而且求生欲望很强，没什么参考价值。它回答了，但是也没讲什么重点，所以也是没有什么屁用。那我们试试看，来找一些比较有意义的问题啊。好，他写出来哈，不过这个内容跟我想象不太一样，我觉得应该是中国那边资料问题。他这里有搜寻到，但是他整理出来的内容，我觉得不太 OK 啊。所以大家只要知道说这个 AI 它是可以上网搜寻的，但是我就觉得它并没有讲到重点。它这边搜寻的东西其实是有最近争议比较大的，像它被架空这边不做讨论。但是它出来的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大模型还不够聪明，给大家参考一下就好。那以上就是一个本地端模型的一些软体简单介绍，相信大家看完之后就知道怎么使用了。那也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来跟我讨论。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种教学，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